印度誓言建立最大规模山地部队能行吗？光装备就与我军有代差，敬请关注。在世界各国的新军事变革中，即便是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传统陆军大国，都在不断精简部队，实行所谓的师改旅变革，而印度依然维持着庞大的打击军的作战编制。对于印度而言，山地部队的作战能力才是重中之重。为了提高山地步兵的作战能力，印度首先是 SIG-716 步枪的引进。这款大口径先进步枪将大大提高印度山地部队的火力。其次是从以色列引进的 1.6 万挺内格夫机枪，最后是从美国巴雷特公司引进大口径狙击步枪，来提高山地部队的远程火力。当然还有防弹衣和防弹头盔的采购。印度陆军在炮兵现代化方面也是不遗余力，采购了包括韩国 K9 自行火炮和美国 M777 超轻型榴弹炮在内的数百门火炮。的确，作为一款欧美系火炮较为出彩的代表作， M777 在某些方面确实比较厉害。但是印度山地打击军如果面对我军，它可能就要吃力一些。这款武器毕竟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产物，论先进性，可以说与我军在装备上的 PLC-09 式卡车炮有着明显的代差。还必须指出的是，由于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道路条件极差，山地部队的火炮基本上还是以牵引式火炮为主。印度非常希望能装备自己生产的火炮，但国产火炮的质量实在非常堪忧。印度与以色列正合作开发一款自走式火炮系统，但最近试验样炮再次出现了炸膛。而我军 PLC-09 式卡车炮作为一款在这几年服役的新装备，最突出的一个特征就是战术机动性非常的良好。如果在战时发生后排对峙互相打击的战况，我军完全可以用机动性良好的优势躲避掉敌人火炮的攻击。不难看出，单论人数，印度山地部队确实人多，而且印度山地部队使用的装备大多为欧美系的装备。表面上感觉作战实力确实不凡，但是这支部队的真正作战实力究竟如何呢？印度驻克什米尔第15军军长萨蒂什·杜阿中将表示，我们的部队数量足够，我们需要对其进行现代化升级，作战能力建设比兵员数量更重要。部队需要增强轻重火力，改善基础设施，增加侦察设备，完善电子网和网络通信能力。印度陆军的高级军官们并非没有注意到现在的全球潮流，但依葫芦画瓢并不能解决印度陆军本身所存在的大量问题。这些问题本身就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、金钱、精力去解决，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，印度陆军荒废了大把的时光，如今想要跟上亚洲各军事强国的步伐，这无疑更加的艰难。